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林小河并没有选择休假，而是饺子馆一准备好就开门营业了。今天星期六，现在刚过了中午饭点，店里的客人并不多。厨房里，林小河正把刚出锅的饺子分装进几份外卖餐盒里，林阮清在一旁熟练地盖好盒盖，按单子分装到不同的袋子里，封好袋口，动作快而稳。婶儿，这几单都在南面，我正好一路送完，应该很快就能回来。好的，路上小心。知道了，那我走了。林阮清提着外卖袋走到店外，把它们摆进外卖箱，跨上他的小电驴，扣上头盔。出发前，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沈之恒的短信跃入眼帘：想你了，吻你。林阮清笑了笑，抬手迅速回复了3个字：我也是。随后他将手机放入口袋，低声自言自语：不爱不知道，一爱真奇妙，爱情啊，真的很奇妙。这个时间点，道路车不多，一路畅通，他心情也跟着轻快起来，不由得哼起了小曲儿。前几单送的都很顺利，虽然其中一单因为客户楼里电梯坏了，让他爬了22层楼梯，但是谁叫他今天心情好呢？全当健身了，而且手里只剩最后一个单子，送完就能回家了。他来到单子上的地址，他提着外卖袋走到门前，按了门铃，门开了，是一位穿着讲究的女士。她皱着眉头接过袋子，在眼前转了转，挑剔地检查了一番，接着用一种高傲又不耐烦的语气抱怨：你敲门敲得跟催债似的，你是来送饭还是找架？林阮清耐着性子，语气礼貌而带着歉意：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下次注意。女士冷哼一声，将零钱甩在他手中，毫不客气地警告：哼，下次再这样就投诉你。林阮清再次道歉：真的对不起。女士没回答，而是直接把门砰的一声关上。林阮清回到电动车旁，送餐这么多年，奇葩顾客见得多了，这点事不至于影响他的心情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戴好头盔，骑上小电驴，停在一个路口。他左右看了看，刚才耽搁了几分钟，走小路回饺子馆会快得多。于是他骑入了曲折的小巷，左拐拐，右拐拐。突然，一辆黑色的面包车如同幽灵般从侧面猛地冲出来，发出了刺耳的刹车声。林阮清被吓得心口一跳，下意识的急刹，堪堪停住小电驴，没有撞上去。这车技可以啊，这么窄的路也敢开进来，开得还这么猛。他怒火中烧，大喊：你会不会开车？会出人命的。话音未落，面包车的侧滑门便被粗暴地拉开，2个戴着黑色墨镜的高大男人快速走了下来，一把箍住了林阮清长而瘦的身体，毫不费力地把他瞬间拉入车内，塞进后座。他们动作迅速而专业，整个过程发生的迅猛、精确、悄无声息。侧滑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，那面包车迅速失力，只剩下小电驴侧倒在地，外卖箱敞着，车轮徒劳的、匀速的空转着。饺子馆里，林小河正和张大妈闲聊。看来小青跟女朋友的关系很稳定，我还说呢，万一他俩吹了，我这儿还有一长串的候选名单呢。谢谢你还想着他，我感觉小青这次8、9不离10，看看再说吧。哎，奇怪，我今天这右眼不停地跳。好了，不跟您聊了，来客人了，我去招呼一下。忙到半天，林小河看了看时间，1个小时过去了，他眉头微蹙。亲，这孩子怎么还没回来？都快2个小时了，不该这么久啊。他拿起手机拨通了林阮清的电话，但电话无人接听，再拨，那头响了好久，仍然无人接听。怎么回事？这孩子平常送外卖是最守时的，就算有什么情况也一定会打电话跟我说。焦虑在林小河心中像野草一样疯长，他开始有些心神不宁。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。您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。他也不知道这是自己第几次拨打林阮清的手机，只知道每次的提示音都是无人接听。他彻底慌了，他立刻打电话把明轩叫了过来。看见他走进饺子馆，林小河心里踏实了点。小青她失踪了，你确定吗？当然，他送餐这么多年了，事情正不正常，我能感觉不出来。林小河的声音开始带上哭腔，双手紧紧地抓着明轩的手臂。你先别慌，真要出事了，你哭也没用。明轩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慌乱，清了清嗓子：把店关了，我们去警察局一趟。林小河点了点头。林阮清一上车就被人在后面打晕，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蒙着眼，
双手捆在背后，倒在地上。他感受到地面上的阵阵凉意，但从触感上判断应该是木地板，指甲时不时卡在了木纹缝里。他慢慢地直起身，周围很安静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抓我干什么？抓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我没钱，难道要劫色不成？想到这儿，林阮清使劲耸了耸肩。如果不是劫色，说不定是想要我的命。但如果真要动手，为什么还要等到现在？总之，无数种可能性在他脑海里轮番闪现。他决定不再自己吓自己，毕竟现在能依靠的也只有自己了。随机应变，见招拆招吧。他仔细观察，发现蒙着他眼睛的布很薄，从布料的纹理中能隐约识别些模糊的轮廓。首先，他辨认出了一张床，于是他挪动着腿和屁股来到床边。他低下头，用脸摩擦着床沿，靠着摩擦力把眼前的布料蹭了下来。面前豁然开朗，他看清楚自己在一个房间里。他身体靠着床，站起身，迅速跑到窗户边。对面没有他期望看到的其他建筑，更没有人，取而代之是一片荒野，再远点是树林。这个房间也不是在1层，而是2层。他泄气地坐到床上，心里嘀咕：这里看着像是郊外。林阮清所在房间门口有一个看守小弟正在执勤，另一个兄弟正从楼下走上来查岗。怎么样？没什么情况吧？没有。那就好，上头说了，这人不能亏待了，你给我小心伺候着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可有你受的。是。在公司待了一天的沈之恒刚走出办公楼门口，揉了揉眉心，手机亮起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接通电话，听筒里传出一个经过变声处理的沙哑声音：你是沈之恒？我是。你是？林阮清现在在我们手上，想让他平安就听好。沈之恒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喂，说。沈之恒努力压下心中的乱。1个小时后，启航中心大厦门口，等你到，自会有人联系你。记住，一个人来，不能报警，不能带保镖，不要耍花样，否则他的安全我就不能保证了。对方说完，立刻挂断了电话。沈之恒握紧手机，指节发白，眼神中凝聚着风暴。